If this life is one act, why do we lay all these traps? We put them right in our path when we just wanna be free. I will not waste my days making up all kinds of ways to worry about all the things that will not happen to me. So I just let go of what I know I don't know, and I know I only do this by living in the moment, living my life easy and breezy, peace in my mind, peace in my heart, peace in my soul. Wherever I'm going, I'm already home, living in the moment. I'm letting myself off the hook for things I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周五晚的一期一望，我是遥望。今天呢，我有点感冒，所以声音可能会怪怪的，大家不要介意。现在我们放的这首 Living in the Moment，是我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的。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特别好，活在当下，过自己的生活，简单快乐，内心平和。从4月7日的第1期到现在已经是第5期了，虽然每期的选题到内容都特别煎熬，但是每次翻到大家发来的邮件，还有每周五直播的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在一期一望里呢，我能和大家分享一些我想说的话，并且有你们愿意听我唠叨。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幸福换了25种定义。好好照顾自己，好的，谢谢你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前2年有个关于幸福的梗吧，就是央视做了一个专题，上街采访老百姓问说你幸福吗？然后一个大叔说我姓曾。虽然是调侃吧，但其实这还真是一个不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太一样，而且每个人在每个阶段对幸福的定义也可能是不同的。对于我来说，幸福大概有25种定义，但是我觉得可能远远不止这25种。但今天我就先说说作为25岁的中年人的我对幸福的25种解读吧。在上小学以前，幸福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年纪对幸福还真没什么概念，不过那时候幸福就是单纯的高兴啊、开心啊、大笑，和朋友一起玩。1岁的时候大概是最依赖大人的时候，就虽然没有那时候的记忆了，但那个时候对幸福的定义应该和所有1岁的小朋友都一样，就是有爸爸妈妈抱着就应该觉得很幸福了吧。2岁的时候呢，据说开始长牙吃东西了。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甜食，长大了还好，但那时候对幸福的定义就是有糖吃。不过呢，我小时候可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小孩，就是绝不吃陌生人给的糖。3岁的时候就总想要父母带着出去走走，但对于3岁的小孩来说，外面的世界，我觉得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我们家楼下的公园吧，对我来说就是外面的所有的世界了。估计我现在喜欢旅行就是那时候培养的，我觉得就很喜欢出去看一看。那个时候对幸福的定义大概就是和父母出去玩。4岁的时候呢，我开始了我的人生的社交生涯。虽然一开始各种不愿意去幼儿园，但慢慢的不知道哪天开始就变得好像喜欢去了。可能因为有可以一起玩的小朋友，然后
那个时候对幸福的定义大概就是在幼儿园里当老大开玩笑了，4岁的幸福大概就是在幼儿园里坐在我那张写了自己名字的小板凳上，每天下午呢就定时等着老师发糖吃，有那种小点心小饼干，上面有一个螺旋形状的那种小糖，我现在记忆非常深刻还有就是和小朋友一块玩玩具。5岁的时候呢喜欢看动画片，不过爸妈会限时每天只能看1个小时，所以那个时候最幸福的就是每天守着点打开电视机，入迷的享受这1小时的幸福时光。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大风车只要有地转有人知道这个吗？还有什么动画城，这2个节目好像是连着播的，你们应该都有看过吧？董浩叔叔、菊萍姐姐、小鹿姐姐反正我不管，我就当你们都看过，并不想承认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6岁呢，6岁大概就上小学了，我比一般的小朋友会早半年上小学这个年纪就开始有了想要的东西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特别迷神奇宝贝，现在好像叫口袋怪兽，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厉害，能把100多只神奇宝贝名字全部背下来，现在想想真的觉得太神奇了就还没入学的时候就各种求妈妈给我买神奇宝贝的书包啊文具盒。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开学第1天，我背着皮卡丘的新书包，然后特别神气的进学校，但是很多同学都不认识上面是什么东西，他说你书包上画了什么东西啊？但是慢慢的后来不知道哪天开始，然后就开始流行起来了，就在小学里流行起来神奇宝贝了，然后大家还收集卡片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自己有一种潮流领袖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最幸福的事大概就是有皮卡丘的书包背到了7岁，我对幸福的定义就开始慢慢发生转变了，没有之前那么简单，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双百，拿3好学生奖状突然觉得自己正能量满满，有没有那个时候对双百感觉所有小朋友都有一种执念呢，就是因为得到双百，老师然后同学还有家长就都会来，哇你好厉害啊，然后最重要的是呢还能获得奖励。我记得我小时候得双百，老师会给我们一个就盖了小红花的填字本，就那个格子是一个填字的那种小本本，但自己一般都不会舍得用它，然后就会把它留着放在家里8岁的时候呢大概就3年级了，就开始学的东西慢慢变多了，作业也跟着多了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最期盼和最幸福的大概就是每周3下午提前放学然后跟同学先到学校旁边小卖部花上个3-5毛的什么橘子，买点零食，然后一起回家路上边吃边玩的。现在想想还是蛮有趣的3-5毛那个时候就可以吃得很满足，也是感觉自己挺容易满足的。9岁10岁应该就是算小学里的高年级了所以那个时候在学校里走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我是高年级的，然后感觉看到其他人都觉得啊小屁孩我记得那个时候如果你在班里成绩是特别突出的话，在1、2年级然后就会进入少先队，所以在那个时候特别幸福的就是6·1儿童节作为高年级代表给1、2年级的小朋友们戴红领巾对了，还有就有那个好像小学有个什么代表班级升国旗那个环节，然后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我想一下，升国旗奏国歌，全校师生行注目礼，少先队员行队礼，大概是这样的吧。我记得我在说这个之前一天晚上反复练习，超紧张的然后11、12岁呢就是到了小学最后的时光了，没想过马上要和同学就说再见了，
那个时候呢，大概也不懂分别的滋味到底什么样的，就更没想过上了初中会有什么分班考呀，什么年级排名这些的。反正就简简单单的上课、下课、做值日。对，做值日也是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那时候的幸福大概就是上课和同桌传传纸条什么的，然后不被老师发现。现在想一下，有什么好幸福的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种属于童年的刺激感吧。但是一般传纸条，我想下我会写什么？你们会写什么呀？我看看你们会写什么。我记得我自己是一般会写什么，比如晚上我们一块儿去买小卖部买什么东西吃啊，或者买小卡片啊，要么就说把这张纸条传给你觉得最傻的一个人啊，要么说这道题到底怎么做呀？大概就是这些吧。我看你们传八卦呀，你们小学就开始传八卦啦。下课吃什么？聊下课去哪儿？对，大概差不多是这些东西。小学毕业那年暑假呢，我大概是12岁，不到13吧。然后小升初就有一个军训，大概在8月份就要离开家到部队生活1周左右。那是我第一次军事化训练，无论是吃喝住都不如家里，然后动不动就会让我们在那儿站半天什么的。那个时候最幸福的就是期盼着它下雨，如果下雨就不用去罚站了。还有最幸福的就是每天吃饭的时间，虽然鸡蛋炒西红柿里边全都是我不爱吃的西红柿，那个西红柿还很深，就带了很深的西红柿的味道。还有什么素炒白菜呀，放一点点盐。我印象最深的那个时候最好吃的应该是咸菜吧，就大家都抢着吃咸菜。现在想也蛮开心的。我还记得开餐前就会让大家排成队列，然后一起唱那首歌，团结就是力量，然后谁唱的最好，哪个团就先进去吃。然后那个时候为了先吃饭，真的是拼命的唱，各种扯破喉咙在那儿唱啊。上了初中呢，心里最在乎的不外乎就2样东西，一个是关乎面子的学习成绩，还有一个呢是关乎面子的游戏成绩。那个时候最幸福的事就是作文被当作饭玩，就老师念给同学听，但那个时候他念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自豪，但是又有一点害羞的感觉。然后周末如果能玩上1天游戏，那我觉得是相当幸福的。然后周末玩完游戏，周一大家就会和小伙伴聚在一起，然后聊我打了哪个 BOSS 啊，或者掉了什么装备什么的。还是挺开心的啊。初中高中绝对是我人生中知识储备量巅峰时期，尤其是高3天一大考2天一小考的，那个时候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试卷了，每天24小时过得都特别充实。就还好我的高中啊，不是那种压迫感很强的，就学习和生活大家都很清楚的划分开来。然后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反正我现在回忆我的青春时期，基本上一大半都是被高中所占据的。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和朋友做了很多好玩的事，就什么如果下午要考试了，然后我们一群人中午去唱 KTV， 唱完直接去考试。上晚自习的时候，就几个同学就躲在后排一起吃泡面什么的。就现在听着觉得还好，但真的放在高中那会儿做，就觉得胆子还挺大的。所以自己最铁的几个朋友全是高中认识的。我觉得高中真的故事太多了，要说可以说好久，就像一部有始有终的青春电影一样。但故事内容呢，又比它多太多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所以我觉得我高中最幸福的就是认识了一群没心没肺的狐朋狗友，虽然很多人现在联系也渐渐少了，但大家一起相互鼓励的时光，就相互一起玩的时光，还是不会忘记的。就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开心的，历历在目。
大学，我相信大学是大部分人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了吧，因为就没有初中高中升学的压力，然后也没有爸妈的唠叨了，也没有束缚。那个时候呢，就会让室友帮忙搭道，然后自己逃课去做点自己的事情。当然呢，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大家不要效仿。因为自己大学迷迷糊糊选的专业不是很喜欢，所以我自己就经常会出去学点自己感兴趣的，然后还会去咖啡店打工啊什么的。所以呢，我本人对大学的幸福定义就是期末考试别挂科啊。毕业之后呢，就一切按部就班的走上了社会，接触到了很多人和事，试着自己养活自己。那段时间对于幸福甚至人生都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就觉得幸福好像没有小时候想的那么简单了。虽然是这样想，但生活压力中还时常蹦出一点小幸福。比如什么第一个月发工资了，然后就拿着钱去请我爸妈吃了一顿大餐，就看着他们特别开心的表情，就觉得哇，自己特别幸福。然后拿着工作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钱和朋友去旅行，然后那个时候觉得好幸福。但是就这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我觉得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在24岁那年，我就从成都来到了北京，演了人生第一部戏。说实话，放弃原本的生活，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圈子，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是很难的。其实自己也做了很久的心理斗争的，因为我不确定这个决定会给我带来什么，然后也不知道未来的路到底是在哪儿，就反正就一切都重新开始。但幸运的是呢，在这条路上遇到了和我一起的小伙伴，边拍戏边学习的过程也很幸福，然后还去到台湾、韩国旅行也是很幸福的，然后在见面会上真真切切感受到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喜爱也是很幸福的。所以呢，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做了这个决定。对。从1岁到25岁，关于幸福的定义我换了应该不止25种了吧，还有好多。我发现越是遇到困难和不开心的事的时候，然后你的幸福感就越容易被放大。所以呢，大家在有不开心的时候就回想一下生活中的这些小幸福，就觉得现在这些事算什么呢，对吧？让我去喝一下水。好了，我又回来了。现在到了遥望的排忧杂货铺环节。我发现大家的文学造诣都现在都相当高了，就经过几次小作文的洗礼后，文笔越来越好了。就我看邮件的时候，就有一种自己仿佛在批作文的感觉。那我们就先分享一篇优秀范文，这篇范文来自闪电狗和银河猫同学。这位同学说道啊，等一下，他说最近一次幸福的感受啊，是那一天下午5点多从实习的地方走回家，夕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投在前方，有风轻轻地推着向前走，耳机里随机播放着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回到家，打开门就看见常趴在腿上睡的小猫正抬头看着自己，走过去摸着它说了句：“小坏蛋，你吃饭了没啊？”然后自己进厨房做了一碗牛奶水果沙拉，边看着经济语法边吃。那一个傍晚，
真的感觉到身心无比的愉悦，就是千金不换的这种感受。见不到明日的太阳，也不会觉得此生有憾。其实就像是在问，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每个人的回答都不尽相同吧。而此刻的我给出的幸福的定义呢，是在独处中内身心愉悦的感受。还记得14、15岁的时候最怕孤单了，课间上厕所，食堂吃饭，总要拉着姐妹一起相约外出，若对方突然不去了，虽然不会懊恼，但自己也一定不会去了。那时候的自己总是在最热闹人群里的最中间吧。你的幸福就是我们全班的幸福啊，曾有人这样和我说。我想那一刻我是感到幸福的，因为被摆在重要的位置，因为别人希望我好。现在距离那时也不过4、5年的光景，而自己却已孤单地生活了好久。那时候嗤之以鼻的一个人的大学的言论，自己居然就这样亲身践行了。没有社团活动，最早出寝室，最晚回，现在又一个人搬到校外住。微信常年没人找，手机更是只有父母打，把心里清空，也强硬地拒绝他人的示好。现在做什么事都一个人买菜做饭和旅行，一个人看书学习追综艺看电影，也一个人去医院。没有人会来打扰我的生活，我有大把的时间和自己对话。每一天除了吃喝拉撒所必要做的，我就只还要看书和学习就好了。疲累了就看看综艺，追电影和动漫，重温你和小明之前的花絮，或者睡一觉，就又会是元气满满，充满干劲，身心愉悦了。有时候呢，我会想，这种独处时身心愉悦的幸福感，或许是因为简单吧，没有谈话，不需要对外物和他人做出反应，大脑很放松，也空空的。我在自己的罩子里自娱自乐，别人也看不到我，我却看见外面五彩缤纷。虽然我很享受独处，但并不是性格孤僻和怪异的人哦。我可是朋友圈里特别会开导感情问题的单身狗这样的存在呢。团队里也能担起组长的担当，带领组员一起完成工作，也很爱四处冒险。或许人就是有很多面的吧。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能做到坦诚相待，在与自己的独处中感到幸福和满足，以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很庆幸我在20岁的尾巴上学会了这些。读完这封信后，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位同学，你是学法律的吗？吃着沙拉看经济语法还能幸福感爆棚？其实呢，我自己偶尔也会看经济语法呀，就什么某村为何每晚惊现奇异歌声？村民一夜之间集体失踪，七旬老人为何手舞足蹈？敬请收看下期经济语法，明望6月3日在上海见面会。不好意思，打了个广告。这广告打得好硬啊。回到正题啊。就这位朋友，你说见不到明日的太阳，也不会觉得此生有憾。虽然是为了表明你很幸福，但是为了更幸福，还是一定要坚持看到每天的太阳哦。这位同学最后还说到，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能做到坦诚相待，在与自己的独处中感到幸福和满足。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幸福感来自于别人，比如说和朋友一起旅行，受到老师或者领导的表扬啊。比起这种幸福感，就自己独处的时候的幸福感反而没那么容易被感知到，或者说没那么强烈。因为这种幸福感往往都是那种很微小的，微小到可能你会忽略到它的存在，因为它在你生活中时常发生。比如说我们下雨天自己窝在家里煮一碗泡面，看一部喜欢的电影，或者晴天呢搬一把椅子到阳台坐着，看一本书。
还或者某一天早上，你不想起床，赖在床里放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幸福感啊，虽然它很平淡。比如我自己我自己的话就很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就算有人约我一起去看，我有的时候也会推掉，然后自己去看。不知道现在在听的朋友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一个人看电影的时候，那种感觉其实是很棒的，因为你可以把自己全身心的全部进入到电影中，你就能够和电影里的人物一同感受他自己的感受。每次我一个人看完一场电影下来后，就有一种很微妙的幸福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喜剧片，我建议大家还是和朋友一起去看，自己去看喜剧片感觉还是有点可怜的。好了，哇，时间过得好快啊。那我最后这儿还有一个信，怎么看一下？那最后我就用有一位朋友的这封信作为今天的结语吧，我觉得说得很到位。这位朋友叫 Hog， 是这样的吗？我不知道读对没有。他说，正如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都是不同的，而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境遇中，对幸福的定义应该也不尽相同。从幼年到现在，我对幸福的理解大概是画了一个圈，从1点出发，又最终回到起点。小时候的幸福大概就是考试能考到高分，爸妈给了奖励，去了游乐园玩得很开心，或者过年了可以穿新衣服，吃好吃的。小孩子的世界开心了就是最幸福的，但是人总要长大的，上了初中、高中，接触到的世界越来越大，突然发现自己并不能那么简单地感受到幸福了。考试再也考不了前几名，不会因为爸妈买的小蛋糕就欢呼，过年也不再喜欢热闹了。不过站在现在这个时点去看过去，发现那时实在是庸人自扰，那时学业多么重，和他人相处多么心累，也称不上不幸，最起码还是年轻的、积极的，有个方向。再看现在，几年来接触到了更大的世界，却发现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反而和童年时趋同了。冬天里的一碗汤，夏天里的一杯冰可乐，发现一家好吃的甜品店，甚至于今天皮肤很好，化妆很好看，都让我感到幸福。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啊，干嘛要那么累？幸福无非是自己内心的感受，不需要那么复杂呀。再微小的事情，只要让我开心了，就可以认为至少开心的那一瞬间我是幸福的。对啊，这说得很对，至少开心的那一瞬间我们是幸福的。好了，今天时间也快到了，最后我还是插播一条广告，大家听好了。6月3日，遥望杨彦明上海仰望见面会正在紧张筹备中，届时民望组合将与您相约上海商城剧院，欢度一个开心的愉快的夜晚。对了，最后再加一句 slogan 啊，这个夏天和从前不太一样。这夏天和从前不太一样。这个夏天和从前不太一样。是这样的。好了，6月3日我们相约上海，广告到这里，本期一期遗忘也要在一首欢快悦耳的歌曲中结束了。这首歌曲就是呢，没错，就是我们的仰望。我们下一期一期遗忘再见，拜拜。习惯性保留略显腼腆，一问一答对话，甚至话题都满是敷衍。两个不同世界陌路的平行线，渐渐
随时间空间演变，竟会莫名想念。我开始在心里描绘生动的情节，不妙，加重了想念你微消失的细节。看着你的眼神，不愿挪去心的另一边，想捕捉温暖的倔强的你未知的一面。你的出现点亮我们星空的画面，对视的一眼，是那一眼注定改变一切。而你总是若隐若现，布满星星点点。仰望的瞬间，只一瞬间，你依然在身边，每一天。见到你的时候，我却突然发现，你笑起来时候大大的酒窝挂在嘴边。我想你也是一个温暖的神仙。街边潮湿角落，一个雨天，你却撑起蓝天。我们躲在滴着水的屋檐，等彩虹的出现。你的出现点亮我们星空的画面，对视的一眼，是那一眼注定改变一切。而你总是若隐若现，布满星星点点。遥望的瞬间，只一瞬间，你依然在身边。出现点亮我们星空的画面，对视的一眼，是那一眼注定改变一切。